哎，我这个呢也终于拼完了，这一期啊，咱们就吃它。交时间知己，有网络同好，寂寞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小记。我这个元祖2.0呢是终于拼好了。为啥说终于呢？玩黑猴呢呗，还能为啥？当然，中间我也确实是因为自己的作，非要用吹风机去吹零件，好让漆面干得快一点，而导致了腿部的这4个重要的零件完全变形，安不上去了。之后呢，又是补件，又是玩黑猴，又是玩黑猴，又是玩黑猴，又是等快递，导致呢延误到现在才出了这一期视频。当然，咱们这一期呢长话短说，别耽误大家玩猴。这款8月10号就发售的阿基元祖2.0呢，算是今年万代给胶老们的一剂强心针了吧？在这个高达模型青黄不接的年景呢，有这样一款全新规的产品，简直是难得。当然，咱们胶小记本身也早已经发过官方的 PV 了，而且官方呢也预热了很久这个阿基的2.0，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我们首先还是来看板件，今年生今年长，热乎的板件，到处都残留着钢模的余温啊！当然这就有点扯淡了，其实主要是想表达呢，板件的锐度非常好，刻线清晰，没有飞边，不像上一台 1.0 的板件都已经糊成一坨了。骨架方面呢，2G 开山引以为傲的一体成型骨架呢，在这一座是完全摒弃了，本体是一个一体成型零件都没有。据说呢是在配件包中采用了，而这呢就要等到时候购买配件包再来看看了。万代你可以的啊！而且在骨架方面呢，相比 1.0 的骨架细节也是丰富了很多，有了很多嵌套结构，更接近于 PGU 的骨架概念。一个槽点在这里不吐不快一下。作为大家口中的2GU 呢，我本来以为在拼装流程和编排上会采用 PGU 的那种，也就是按模型的结构来区分板件的区域，拼完一部分板件也就干净了的那种方式。这样呢可以使拼装的流程非常愉快。然而并没有，依然还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在各个板件中寻找零件，拼装体验的流畅度上呢并不好。在这里呢，我也呼吁一下万代，希望可以将 PGU 的那种拼装流畅度下放到各个产品线。从板件上来看呢，外甲这一块是给出了大量的隐藏水口设计，这就不用多说了吧。万代不同模换几套色，割几波韭菜，都对不起这隐藏水口多出来的料钱。整体拼装完成之后呢，观感上除了头部我都非常喜欢，但有很多同行说这次整体看起来过于细碎了，主要是一些镂空分色的设计。但其实我拿到手里看吧，还好。有可能是因为各个 UP 主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对着模型贴脸开大，而最终呢又呈现在屏幕上，以至于观看的尺寸比实际拿在手中的尺寸要大了不少。同时观感上呢也会放大细节。至于说头部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原因是因为头部这次的设计有一点幼态了，非常像那一部高达复国运动里边的 G-Self 高达的影子。而且 1.0 的头部跟 2.0 的接口还不通用，是不能替换的，这一点呢就比较遗憾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整体强度这一块，强度这儿可比2G 元祖的 1.0 高出去不是一星半点，应该说把玩党完全不用担心，甚至不用过多的担心掉价的问题。原因是因为这一座很多关节和旋转轴都采用了这种单向轴或者单向卡扣的设计，使得大部分的关节除非是到了特定角度，否则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脱出的，可不像 1.0 上一期我吐槽的那样一玩掉一地的那种情况出现。作为元祖标配的核心战机呢，你骂谁呢？这次在强度方面也完胜 1.0， 至少机头我能坚挺的举起了。至于说松松垮垮的机翼呢，用起落架填补一下，也就不会有不举的情况出现。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而且最重要的设计呢，是这次核心战机是可以随着身体弯曲了，也就是在身体的前侧多设计出了一段可弯曲的关节。虽然幅度不大，但确实呢，让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弯腰了。而且 2.0 的这种设计也不需要像 1.0 的元祖那样想实现弯腰还要去使用替换件了。可动方面呢，这次可以说是设计的非常优秀。常规的可动点呢，咱们就不过多的说了，基本也就那样。咱们来挑一些非常棒的点来说一说。首先呢是头部这里，抬头和低头的幅度呢都非常好，尤其是抬头。在这里 2.0 是采用了内外的2段关节来实现抬头，是真正做到了昂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肩部两侧的外拉结构呢，也从老模型的内嵌式改为了 PGU 那样的外甲联动的外拉式，这样呢，使得外拉关节在让出更多可动空间的同时呢，不至于看起来过于突兀。然后呢是肩甲，肩甲的前后装甲呢是可以独立上抬的，并且肩甲也是可以做到独立转动的。这样在某些 pose 下呢，是既保证了 pose 的需求，又在美观度上更胜一筹。
但是手臂的平举这一块只能通过之前提到的身体肩部的这个外拉关节来上台实现手臂的平举，因为手臂的根关节直接平举的话会被肩胛卡住，大概只能抬到50度左右的幅度。这种情况到底是我拼装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呢？弯腰这块呢，刚刚已经展示过了，上胸和腰部的配合呢，可以使得弯腰幅度相比 1.0 大幅增加，而且背后这根类似脊柱的设计呢，也使得弯腰时不会像阿纪牛那样连关节轴都露出来了，反倒是阿纪元祖 2.0 这样的设计有一种龙虾背的感觉。前面驾驶舱呢，这次是由传统设计的一体上台式变为了上下两段式的展开设计。怎么说呢？虽然是不尊重传统，但我个人挺喜欢的。小臂下半段增加了近些年慢慢出现的小臂弯曲的机构设计，虽然不是很好用，但也聊胜于无吧。腿部大胯轴的这一块呢，有一个下拉机构，可以增加腿部前后踢腿的幅度。屈膝和联动这一块呢，依然是不错的设计，只不过近些年屈膝这块的设计已经确实让人新鲜不起来了，不过不失就好。脚部的接地和脚掌的弯曲都是属于常规操作了，但这次后踢小腿是给出了一个外夹让位的设计，只不过谁家好孩子脚后跟向后能弯曲到这种程度？跳芭蕾。武器方面的3件套都是给出了的，并且盾牌终于不像 1.0 那种松松垮垮安不上去了。这次还借鉴了 MG 和 PG 的这种滑槽设计，非常好。而且光剑的比例也终于是对了，看来 MG 光剑的库存呢是清完了。这次的支架孔位呢是给出了2个地方，一个是背包的后面，一个是定眼子上。背包后面的这个孔位呢，则是需要将这个零件下翻下来就可以看见了。2个孔位的尺寸是一样的，而定眼子上的这个孔位的盖板呢，其实也是骡子快乐桶的搭载支架。总结一下啊，这一款阿纪元祖 2.0 的到来呢，可谓是诚意满满。全新规的设计和全新的形象比例设计，都算是给今年的阿纪产品线注入了一针强心针。而且呢，我相信之后万代还会将更多的 1.0 时期的人气机体2.0化，比如自由、强字、独角兽这样的高人气机体，然后不再弄几波换色骗上几波钱，都不叫万代。至于说推荐度嘛，肯定是5星推荐的，但前提是要等这一波高价过去再入手，那才真是香。好了，这一期的脚脚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脚脚记集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 我去玩黑猴了，咱们下期见。